前阵子我做了一个视频，主题是为什么你应该立即开始 Vibe Coding。在最后呢，介绍了我的新的创业项目，一个 AI 社群。结果这个视频就成了我做 YouTube 以来最具争议的一个，收到了很多的负面评论，多到以至于有粉丝发私信来表达支持，关怀我的内心状态，希望我不要被这些评论伤害到。那看到这些私信呢，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非常感动了，感谢大家的关心。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就像我回复他们的那样，其实不用担心，我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你所看到那些呢，就只是一些噪音而已，而我所看到的信号和评论区给人带来那种感觉恰恰相反。那这之间的反差让我意识到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办法把噪音和信号区分开的话，就很有可能被噪音误导，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甚至会走向错误的道路。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自己的信号过滤器至关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视频，去结合这次创业和我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跟大家分享5个帮我辨别人生中信号和噪音的思维模型，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那第一个帮我分辨噪音和信号的思维模型，就是永远要记住人群中的1%法则。那这个所谓的1%法则说的是，在互联网上一个社群或者说一个全体的观众当中呢，有90%的人是潜水者，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只是被动的去浏览。只有10%的人可能会互动，而在这其中只有1%的人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互动内容。这就意味着非常少数的人往往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所以你必须要意识到，你所看到的表象并不等于真实。所以我的 YouTube 评论区里的那些评论，往往就来自于这1%的人。而更关键的是，在互联网上，负面情绪的传播力更强。这就好像你去餐厅的 Google Review 去看，那如果有人觉得不错呢，他可能就不会留言；但如果体验不好，愤怒会促使人们更愿意去发表负面的言论。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互联网都充满了负面的情绪，那这些情绪呢，非常容易通过这1%的人集中的展现出来，这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糟糕，到处都是坏消息。那每次我回国都会被问，就是加拿大还安全吗？你不行就回国吧。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原来居住在加拿大跟别人从新闻里看到的加拿大是2个不同的世界。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这1%的声音被不成比例的放大了，人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信号，但实际上获得可能是噪音。但是仅仅知道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相，还远远不够，它只能告诉你这可能是噪音，但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信号呢？首先我觉得你要尽量的去获取那90%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数据。那就拿我这个视频来讲吧，虽然评论区可能骂声一片，但后台数据显示好评率将近94%，而且这个视频还让我增加了将近3000个 follower。那这些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数据呢，跟评论区的情绪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体感跟关心我的观众非常的不同。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数据依然不是最准确的信号。想要找到更核心、更直接的信息呢，就需要引出我的第2个思维模型，那就是交易往往是最真实的信号。所谓的交易就是用钱来投票，因为口头上的支持和反对都非常的容易，但只有当人们愿意付出实际的成本的时候，他们所传达的信号才是最真实的。那我就想分享一下这次新建社群的一个小故事吧。视频发布之后我其实是十分忐忑的，我急切的想知道那个最明确的信号，就是到底有多少人会付费加入到这个社群。那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自己的读书会社群，一口新饭，那是2年多前上线的。那当时特别有趣，那个宣布视频不到6分钟，上线第30秒就已经有人加入了。视频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有几十个人付费成为创始成员。但这次有点不同，这次视频长达20多分钟，我到最后才提起这个新社群。我当时就在想第一个付费的人会什么时候出现呢？那视频一发布，我就开始同步播放，忐忑地盯着屏幕，5分钟没人进来，10分钟没人进来，15分钟还是没有人进来。当时我就有点自我怀疑了，是不是这件事搞砸了？有趣的是就在视频播放准时结束的那一刻第一个人进来了，然后我的手机就不断的发出提醒，第2个、第3个、第10个、第100个。上线72小时，我们有了超过700位付费会员，3周后将近1400名。
这对我和共创伙伴们来说就是最准确的信号。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啊，至少没搞砸。那为什么我会这么重视交易数据，而忽略那些负面的评论呢？这是我多年的创业和人生经验告诉我的，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应该尽量通过交易来获取信号。这是因为啊，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里啊，钱是一个非常直接、准确的信号。如果你付出了很多努力，你觉得你的方向很对，但你推出的产品或服务没有人付费，那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你哪里可能做的不对。那前一阵子啊，我跟社群的成员聊天，聊到了做 YouTube 这件事儿，我就说我做 YouTube 啊，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能够更早的去商业化。那我最早做 YouTube 啊，我纯粹就是热爱，就是分享。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的热情，我自以为的价值，这些东西并不能够给我提供一个准确的信号。直到后来我才领悟到一句话，那就是只有赚钱的东西才有生命力。那我这并不是在鼓励唯利是图啊，我想说的是，即使你做的是最无私、最真诚的分享，如果它不赚钱，那这件事儿可能也持续不下去。如果我不考虑变现，我连拍摄成本都不能 cover， 我在 lose money， 这会让事情变得举步维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交易，你甚至都获得不了准确的信号，这会让你陷入深深的迷茫，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犯的错误就是，我甚至都没有给别人一个机会，让别人来帮助我变现。那我把这个毛病叫做卖艺不收钱之症。那什么意思呢？那大家应该都看过街头艺人卖艺吧？那他们在卖艺的时候啊，往往会把帽子或者说饭碗放到地上，让大家捧个钱场，它有一个促使交易的行为。但我观察到的是啊，我们很多的 YouTuber 并不是这样做的。我们非常用力的去耍把式，但从来不把帽子放到地上。我们做的更像是，你在卖艺，希望旁边的水果摊老板卖了水果之后分你一些钱。可是水果摊的老板，卖自己的产品赚到了钱，那是对他的信号，不是对你的信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是那个卖艺不把帽子放到地上的人。所以啊，我想给所有要做 YouTuber 人的建议就是，在你做第一个视频之前，你就要想清楚，我的饭碗在哪里，我有没有可以放到地上的帽子。那在我做 YouTube 变现的过程中啊，除了要有自己的产品，我的帽子，那获得 sponsor 赞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我跟他们的互动中呢，也深刻的印证了交易就是信号这一点。那我们做 sponsor 视频的压力呢，其实是蛮大的，因为你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往往会把目光放到播放量上。那我曾经有一次非常有意思，一个 sponsor 赞助我一个视频，结果播放量表现得非常不好，我当时对自己有些失望，甚至有些惭愧。心想人家以后肯定不会再来找我了，但没想到是啊，视频发出去1周之后，这个 sponsor 又来找我合作了，而且还要求多签几个合同。那这就是信号。那这个视频在我眼中看起来表现很差，但是 sponsor 依然愿意再找我，说明从他那里看到的数据是非常优质的。那这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知道我的商业价值到底在哪里。那提到 sponsor 呢，我这里就必须要感谢一下频道的长期赞助商 Interactive Brokers。那我跟 IB 的合作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的合作呢，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创作自由和支持，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宝贵和真实的信号。对我来说 IB 它不仅仅是频道的合作伙伴，它还是我个人投资使用的券商。也正是因为我使用了他们的服务，产生了交易，进而产生了信任，然后我才愿意去跟他们合作，去推荐他们的产品。那这就是一个通过交易来建立信任，然后良性循环的共赢。所以如果你对投资感兴趣的话，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一下 IB， 你可以 check 一下我们描述区的链接，那你的点击会对我有收益，这也算是对我的支持啦。好，那我们现在说回交易。我知道很多人是害怕去交易的，这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知道交易会给我们带来最直接、最真实的信号，所以我们不敢去面对这个真相，因为我们害怕失败。但无论你敢不敢，真相就在那儿。你越早知道真相，对你越重要。因为在你没有这个信号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活在一种自我麻痹，甚至是更加痛苦和迷茫的状态当中的。就好像在我没有认真去做商业变现的时候，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是怀疑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不能坚持下去。
但是当一口新饭社群上线第30秒就有人进来的时候，在经历了2年之后，依然有很多最初的伙伴还在活跃的时候，我知道 OK， 我的东西在观众心中是有价值的，他愿意为我投票。那这就给了我信心，让我去做真正的自己，说我想说的话，甚至包括做这个视频，也是我跟社群里的一个饭友在做 coffee chat 的时候聊到的。我说啊，我这个视频可能又有点争议。他说没事，Ray，你就做你自己是没有问题的，这才是我们真正想看的。于是这就有了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OK， 我们通过1%原则来质疑噪音，通过交易来获取真实的信号，但即使是最真实的交易数据，也可能在短期内产生波动，带来误导。所以我的第3个 mental model 就是信号更多的来自于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波动。那在投资中，我们经常说啊，就你应该去关注长期的趋势。那我之前分享过的，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塔利布在书里说过，从数学上你其实是可以证明的，投资中啊，当你把观测的范围变得极其短的时候，信噪比是降低的，噪音的比重会变很多。那除了投资，在创业和人生中，这个规则也是成立的。那就拿我这次新建社群来说，上线前3天进来的人数十分夸张，所有老师们都十分的兴奋，但之后速度就慢了下来。经历一次价格的上调之后呢，加入的速度就明显的下降。老师们呢就有些开始担忧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你不用担心，因为前3天的数据以及调价后的下降都是短期的波动，可以说是噪音。我们可能需要等到3个月甚至半年之后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规律。那这是因为啊，每当我们新做一个生意的时候，因为新鲜感，我们会很容易被一时的数据所吸引。那今天的销售量非常高，就容易造成一个线性的误解。假设将来每天都会这样，那某天数据下降了，就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到了。那这是因为你关注了具体的时间点，你观察到的更多的是噪音。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拉长时间来看，观察一个长期的 trend， 时间足够长，你才能够观察到规律。那我之所以不慌，就是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这种从0到1的经验。那我的经验就是，不要紧张，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慌了阵脚。我们应该 trust the process， 让子弹多飞一会儿。那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啊，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信号都需要通过长线才能获得。而我们有2个拉长维度的视角，那一个是回看过去，看看去年甚至5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整个趋势是怎样的？你是不是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变好？如果是，那说明你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那另一个呢，是向前看，做一个时光旅行者，把自己放到1年后、5年后去想象你现在做的决策对那个时候的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这种时光旅行，把自己放到未来，倒推来回看今天，能够给你提供非常重要的信号。OK， 那前3个模型呢，更多的是关于如何解读外部世界的信号，但最终啊，这些信号是需要经过你自身的过滤和判断的。那这就需要引入向内看的信号筛选模型。那前2天我收到之前分享过的一本书《The Pathless Path》的作者 Paul 的来信，他说啊，他的繁体中文版已经在台湾上市，简体中文版也很快就要出版了。他想寄我几本他签名的书，因为他发现很多的中文读者跟他反映都是通过我的视频知道他这本书的。那这算是他的一点感谢吧。但是我想说的是，真正需要感谢的是我，因为通过跟他的对话，我收益良多。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你的能量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信号筛选器。比如，如果你在面对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感觉到它是给你增加能量，就好像他在书里说的，如果你感到的是 Hell yeah， 那这正是一个正确的信号。那如果你发现面临一个事情，它在消耗你的能量，你的整个身体是抵触的，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也许你不应该做这件事儿。那距离采访炮已经1年多了，那这1年里啊，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一次健康危机之后啊，以能量作为信号，成了我每天都在践行的准则。而在这1年里呢，我对它又有了一个新的感悟。如果说用能量做信号是 listen to your body， 那么第5个模型听从你的直觉就是 listen to your heart， 甚至可以说是 listen to the universe。那我们社群之前读过一本书，叫做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think。那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你不要去过度的思考，你要去 follow 你的直觉。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很多重要的 idea 和直觉呢，都是因为 overthink 让它消失而没有成为现实的。那这本书里说overthink 它不是正常的思考，它更多是我们人类恐惧本能所带来的。我们在长期的进化中有对失败恐惧的本能，因为在漫长的原始时期，失败的后果往往是死亡，所以我们会过度判断，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失败。所以这就导致我们有一个直觉的时候，我们会想各种失败的可能，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可能需要做的那些准备。这往往导致我们很多的想法没有付诸实现，因为躲在原地不动是最安全的做法。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在现代社会，很多想法和机会的失败的后果是很低的，但潜在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所以过度思考虽然源于我们生存本能，但是在现代社会，它往往会压制我们真正的直觉，产生内部的噪音。而最初那个让你感到有能量、让你兴奋的直觉，可能才是真正的信号。那这让我想起来《The Creative Act》这本书，它提到你的念头实际上是宇宙给你的。当你产生一个 idea， 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是有义务把它传递出来的。对，你做的其实不是创造，而是传递，把这个宇宙给你的念头变成现实。如果你因为过度思考、犹豫没有做这件事情，而别人做了，你可能会认为是别人偷了你的 idea， 但实际上是你没有履行一个创造者的责任，把这个 idea 带到这个世界，所以他找到了另外一个载体，来到了这个世界。那回想我做这个 AI 社群，它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快的一个创业项目，从有 idea 到执行也就2周的时间。那我当时就想有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对人肯定是有帮助的，而且这正是我的热情所在，所以说做我就做了。那如果我当时去思考，别人会怎么去判断我失败了怎么办？没有人 sign up 怎么办？可能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那我可能都得不到我现在获得的那些宝贵的信号，被淹没在噪音当中。真正的失败不是尝试后的失败，而是你连尝试都没有尝试，被过度思考困住。当别人做了你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感到被冒犯，觉得别人不配，但这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听从你的直觉和能量这2个非常宝贵的信号，你没有尽到你作为一个创造者所尽的责任，把宇宙带给你的信号传递出去，成为现实。那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下我们9月份读的书《The Lean Learning》里面提到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就是墓地，因为那里埋葬着无数个没有被实现的新奇的想法。那这些被埋葬的想法，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缺乏勇气，更多的可能是他们没有搞清楚人生真正的信号和噪音是什么。他们被外部的评论所干扰，被短期的波动所迷惑，又被自己的内心的恐惧和过度思考所阻碍，最终没能听从自己真实的能量和直觉去行动，去获取人生的信号，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个5个模型能够帮得到你，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